第519节，1970年3月23日，星期一晚9点10分。且说你们对空间的概念是大错特错的。在我与你们的活动范围接触时，我并不像某种精神超人飞过金光灿烂的天空而进入你们的物质领域。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会再谈这点，但以一种很真实的方式来说，你们所感知的空间根本不存在。对空间的错觉不但是由你们自己的肉体感知机构所引起，而且是由你们所接受的精神模式，在你们的系统内意识进化到某一阶段时所采纳的模式所引起。当你到达或出现于肉身生活时，你的心智非但不是一张空白的纸，等着经验在上面书写长卷，而且你已装备有远超过任何电脑的记忆库。你已经具备的技巧与能力，面对在这星球上的第一天，虽然它们可用可不用，而且它们不仅是你所认为的遗传的结果。你可以将你的灵魂或存有想成虽只短暂的，而且只为这个比喻，有意识且活生生的受神感召的电脑。它设计它自身的存在以及生生世世的生活程序。但这电脑富有如此高的创造力，它所设计的每个不同的人格都跃入意识及生命，又从而创造了也许电脑本身从未梦过的实相。但是每一个这种人格对它将在其中运作的实相都带有预先建立的概念，它心理上的配备是特为适合这种非常专门化的环境而建材的。它有充分的自由，但它必须在它被计划好的存在范畴中运作。可是，在人格最秘密的隐蔽处，藏着整个经过浓缩的位于电脑内的知识。我必须强调，我并不是说灵魂或存有是一部电脑，只是请你由这种方式来看看这事，以便弄清楚几点。每个人格不但天生具有在他的环境中，以你们来说就是在物质实相中获得新的存在方式的能力，而且创造性地增益他自己意识的那种品质，而在如此做时就穿透了这专门化的系统，突破了他所知的实相的障碍。且说所有这些都有其目的，以后将会讨论。但是我在此提及这整个主题，乃是因为我要你们明白，你们的环境并不如你们所想象的那么真。那么，当你出生时，你已被制约以某个特定的方式去知觉实相，并且在一个很有限却非常强烈的范围内来诠释经验。在能清楚地给你们关于我的环境或我在其中运作的那些其他实相系统的一个概念之前，我必须解释此点。举例来说，在你们和我的环境之间并没有空间，没有实质的界限分隔我们。老实说，你们透过肉体感官或科学仪器所见，或有演绎得来的对实相的概念，与事实很少有相似处，而这些事实是很难解释的。你们的行星系统同时存在于时间与空间里，你们经肉眼或仪器所感知的宇宙，看似由距你们远近不等的银河、星星及行星组成，然而基本上这是一个幻象。你们的感官和你作为物质性生物的存在本身，都设计好你如此感知宇宙。你所知的宇宙是当事件侵入你的三次元实相时，你对它的诠释。那些事件是精神性的，这并不意味好比说你不能旅行到在那物质宇宙里的其他的行星去，就像它不止你不能用桌子来摆书、眼镜或橘子，如我们的咖啡桌上现有的，虽然桌子本身并没有固态的特性。当我进入你们的系统，我由一连串精神与心灵的事件中经过，你们会将这些事件诠释为空间与时间，而我时常也需用这些术语，因为我必须用你们的而非我自己的语言。基本假设是我所说的那些对实相的预设观念，
你们在这些协议上建立你们生存的概念。举例来说，空间与时间就是基本假设，每一个实相系统有它自己的这样一套协议。当我在你们的系统内通讯的时候，我必须应用和了解这系统所根据的基本假设。作为一个老师，去了解与应用这些是我的工作，而我曾在许多这种系统中生存过，作为我的基本训练的一部分。虽然你们可能那样称呼它，我的同事和我却给它不同的名字。存有或灵魂的本质具有远比你们的宗教所赋予它的多得多的创造性和复杂性。灵魂应用无数的感知方法，并且还有许多其他类的意识听其指挥。你们对灵魂的概念真的是受了你们三次元观念的限制。灵魂能够改变它意识的焦点，它用意识就好像你用你头上的眼睛。现在在我的存在层面，我就是知道我并非我的意识这个事实，虽然这个事实好像很奇怪。我的意识是我可用的一项属性，这点适用于本书的每一位读者，纵使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件事。那么灵魂或存有是比意识要多的。因此，当我进入你们的环境时，我将我的意识转到你们的方向。在某一方面说，我把我是什么转译为你们多少能了解的事件。以一远较有限的方式而言，任何一个艺术家，当他将他是什么或其一部分转译为一张画时，也在做同样的事。在此，我们至少可以用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比喻来说。当我进入你们的系统时，我侵入三次元的实相，而你必须根据你们自己的基本假设来诠释所发生之事。现在不论你们知觉与否，你们每个人在梦境也都侵入其他的实相系统，而你们正常的有意识的自身并没完全参与。在主观经验中，你将物质性存在留在后面，而有时候在梦中，你怀着强烈的目标与复创造的有效性来行动，虽然在你醒来那一刹那就遗忘了那梦。当你想到你存在的目的时，你是以日常清醒时的生活来想的，但在这些其他的梦的次元里，你也在为你的目的工作。而那时，你与你自己存有的其他部分在沟通，努力做一些与你在醒时所做的一样有意义的工作。因此，当我与你的实相接触时，就好像是我进入了你的一个梦里。当我经由真罗伯兹来口述这书的时候，我知觉到我自己，却也知觉到在我自己的环境里的我。因为我只送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到此，就如在你写信给一个朋友时，也许送出了你的一部分意识，却仍然知觉到你坐在里面的房间里一样。当我口述时，我的意识的一部分现在是存在于这出了神的女人之内，所以我比你在信中送出的多得多，但这比喻是够接近的了。如我先前提到过的，我的环境不是一个你们所谓刚死的人所在的环境，但以后我会描写在那种情况下你会碰到什么情形。你们与我环境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你必须把精神活动具体化为物质，我们却了解精神活动的实相，体认它们灿烂的确实性。我们接受它们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不再需要先将它们具体化，再以如此僵化的方式来诠释它们。我以前很钟爱你们的地球，现在我能把我意识的焦点对着它，而如果我愿意的话，也能像你们一样亲身经历它，但我也能以许多方式去感知它，那是你们在这辈子办不到的。且说，有些读者将立刻直观性地领悟我在说什么，因为你们早已怀疑，你们是透过虽然色彩丰富但极度扭曲的转型镜头来看经验。也请别忘了，
如果广义地说物质实相是个幻象，它是个由更大的实相所引起的幻象。这幻象自身有其目的和意义。也许这样说好些，物质的实相是实相所采取的一种形式。不过，在你们的系统，你们把焦点非常强烈地对准在一个相当小的经验面上。我们能自由地旅游过数目不等的这种实相，而我们目前的经验包括了在每个实相中所做的工作。我无意贬低你们现在的人格或肉体存在的重要性，刚好相反。三次元的经验是一个无价的训练场所。你所知的你的人格连同它的记忆的确会长存，但它只是你全部本体的一部分，就像你这一生的童年是你目前人格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虽然你现在早超过一个小孩很多了。你将断续成长发展，也将见知其他的环境，正如当你离开了你童年的家时一样。但环境不是客观之物，独立存在于你之外的物体的聚合。相反的，你们造成了它们，而它们就是你们自己的延伸，由你们的意识延伸向外的精神活动的具体化。我会告诉你，你究竟如何地造成你的环境。我按照同样的法则造成我自己的，虽然你结果造成实质物体，而我却不然。现在回答你的问题，这书可以每页接着写，或以我们现在的方法也行，总是留有一些余地给自发性及意外之事。因此，你们经验中的任何事都可以拿来做例子，或做个引子，导出一个或我本就有意的讨论。